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一节我们带您来聚焦一下，在东亚峰会上，美中俄是不是在抢东亚的地盘了呢？东亚峰会登场，美中俄高官难得齐聚一堂，包括了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中国总理李强、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都齐聚在这个东亚峰会上。这些国家也进行直接而且高层的外交会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不过我们带您看到的是香港的报道指出，美国成立了美国东协中心，要来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东协国家应该警惕美国要求选边站。美国洛杉矶时报就说了，拜登政府坚称不强迫各国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又公开和私下的向东协成员国来施压，要求拒绝中国。难道美国又在挑拨离间了吗？现在是不是冷落东南亚？美国总统拜登缺席东协峰会，外交政策就说了，可能会破坏美国抗衡中国的努力哦。外交政策讲到了，拜登缺席被视为冷落东南亚，激怒了这些东南亚们的外交官，那么并可能破坏美国在东南亚抗衡中国的权力斗争。不过呢，一样在东亚这个区块，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之前不是排放核废水，引发沸沸扬扬吗？只不过现在日韩元还想赚人民币。日本共同社说了，截至本月6号，已经排放核污染水6100吨，第二批排放预计最快9月底开始。而联合报就报道，东亚峰会李强就促进日本首相应该要改善关系了。共同社消息，李强跟岸田站立交谈了大概10几分钟。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评价，这对构建这一些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日中关系极为重要。但是岸田文雄没有正面跟媒体讲说，他是不是当面要求李强取消大陆对日本的水产品禁令。只不过现在日本的核污水有一个传闻出来说，中国是不是拒绝加入 IAEA 的国际监测机制？中方说这是虚假消息，因为日媒9月初就引述了一个消息人士说到了，日本曾经跟中国讲说，你要不要加入这 IAEA 的国际监测机制？但是当时陆方是拒绝的，但中国驻日使馆就说这是虚假消息。事实上，日方委托 IAEA 对日方自己采集的核污水样本进行过一次分析跟实验室对比，可是中方从来都没有受邀参加。中国商务部也讲到，日方应该停止向全球转嫁核污染的风险。中时报道了，日本水产品对大陆出口额7月已经减少23%，预计9月份后会归零。日本农林水产省就说，这是自2021年1月以后2年半来，日本对中国的水产品出口额首次的减少。中港占日本水产外贸总额的2%，等于有42%。那么呢，有1626亿日元，日本人当然他们觉得现在一定是舍不得人民币了。不过带您看到的是另一个地方，澳洲则是选择双边出击，力求与中和缓。在北京的部分呢，第7次中澳高级别对话在北京举行了，期待双方建立稳定关系。这是时隔3年来的高阶对话。王毅见了澳洲的对话团，还说将持续与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地位。中澳要坚持中澳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哦，要认清中国发展对澳洲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至于在东协的上面呢，中澳总理也会面了，李强就说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的改善。东协场边呢，他跟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来会晤。那么李强也讲到了，双方本着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的改善发展。那么艾班尼斯也讲到了，澳洲的价值跟中国不总是相符，但我们理解绝对是必要的。现在中澳回暖了，澳洲总理也要在今年去访大陆了，看起来中澳的贸易很有可能会逆势回升。我们现在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一回的东亚峰会？东南亚国家又被这个美国要求选边站了吗？对，不过东南亚国家大部分都不愿意选边站啦，那事实上，因为东协它还没有到2025啊，2025它要变成一个，就是有更多的互相的开放嘛，什么资本啊、技术劳动啊等等，那个时候它就会比较接近欧盟嘛，因为它现在还是有点松散，讲白了啊，欧盟也是在变成一个更巩固的一个共同体之后，才开始越来越有角色。对，所以最近的东亚峰会不是那个东南亚的峰会。他有一些角色就被 RCEP 取代掉了，比如说要谈经济，那就不会来这里嘛。那这里坦白讲，就是主要是那个南海共同行为准则。那
南海行为准则就卡住了嘛，因为你就可以看到美国用分化的方式去跟菲律宾啊、越南交往这样啊。那中国大陆“一带一路”也是个别国家有进展，那个别国家没有进展这样，所以这个东南亚峰会最近几年它就不容易有功能了。哦，事实上从奥巴马到现在，美国的总统只有奥巴马去过，从川普到拜登都没有去过，都没去。因为就是没有功能嘛，所以你说他邀请了其他国家来参加，变成东亚峰会，那就是邀请外宾来吵架的啦啊，他吵的就是福岛核污水的问题啊。我倒是认为李强跟岸田应该就是各说各话了，就是各自表述立场，因为只有10几分钟，没有共识，不容易讲到具体的东西，而且还要翻译，那是日文啊，对不对啊？那我觉得这个议题还要走一阵子啊，因为现在如果是排了6100吨，它第一批是要排7800吨嘛，对，那排完之后大概就会稍微停一下，那第二批是月底啊，那就要看这中间停的时候，我认为破口应该是韩国啦，因为韩国尹锡悦是支持岸田的，可是在野党现在造的势越来越大啊，尹锡悦恐怕必须要面对这个压力了啊。那这里也联动到澳大利亚，你可以看到这次在外交上公开站出来挺日本的，只有美国跟英国，对，澳大利亚没有讲话那显然澳大利亚就是即将成为获利者，它的水产品即将大量卖给中国大陆啊，这个就跟那个澳大利亚龙虾不能卖中国大陆的时候，结果谁来弥补这个缺口？后来就证明是美国跟加拿大嘛。所以坦白讲，这个 Anglo-Saxon 这国家也是很现实的了啊。我觉得这里面很可能这次澳大利亚总理去访问中国大陆，那龙虾跟葡萄酒有望得到部分的解除啦啊。那澳大利亚当然就要借机会，借日本有难啊，多卖点水产品到中国大陆啊。那这个 Albanese 他访问中国大陆，我认为应该会是在12月。因为10月现在要开“一带一路”峰会嘛，对，那11月要开 APEC， 所以比较可能的时间应该是年底啦，因为他希望今年完成，所以我估计应该是12月。那应该在12月，可能就是在圣诞节之前。有可能，有可能。再问一下赖老师，又是怎么看呢？尤其呢，这一回的这个核废水，当然呢，也是在东亚峰会引起了很大的讨论。那您觉得这会有解吗？其实我们用比较标准的语言来说的话，应该是核污染水啊。这是日本的原子能机构他们的研究员对于储存在这个桶子里面放到大海里面，他们给它的一个名称就是核污染水，不是核废水。因为核废水是我们都知道是冷却水，对对于那个原子能的环应炉，它本身是要冷却降温，那它本身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污染这是联合国这个原子能机构所同意批量的他们的是自动可以排到大海，这是核废水。但是核污染水是被放射性高度污染的这些水存在这个桶子里面，那日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核污染水排到大海。我觉得日经亚洲的一个报道说，岸田强烈的要求中国大陆立刻解除所有的禁令。当媒体记者问到岸田文雄的发言人的时候，他们不说话，他们不证实说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有放出讯息来，很明白的就是李强要求日本要负起照顾整个人类的一个责任，而且对于脆弱的海洋不可以进行污染。那如果从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的角度来看的话，大陆怎么可能会因为你岸田文雄的一个几句话，然后就解除这个禁令呢？因此，日经亚洲造谣的可能性是最高的。那当然，这要靠日经亚洲去告诉岸田文雄说，不要让我变成一个造谣者，因为我的消息来源是来自于你们的外务省的不具名的官员。那外务省为什么可以不具名把这个消息漏出去？然后，但是问题就在于岸田文雄为什么不去证实或是否认这个新闻？
啊。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日本人不能玩这个模糊的一个战略，越玩模糊的战略就越不光明磊落，那就越不坦然，那就越污秽、越肮脏、越有阴暗的一面。我觉得这个是日本人必须要自己告诉大家，他不是一个阴暗的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我觉得中澳的靠近啊，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正式邀请澳大利亚的总理到中国大陆来访问。那澳大利亚总理也很开心，说我年底以前一定会去。会影响谁？影响英国。英国的外交部部长才刚去完北京，对，那谈的一般一般啊，没有恶化，也没有改善。但是当中澳的关系在走近的时候，那英国当然会松动，加拿大也会松动。这样的情形都会让美国不是很开心的。哦，那我们请教一下左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澳洲现在可以说是双边出击？澳洲的一个这个跟中国大陆之间和解，它的意义是在于说，它是所谓五眼联盟里头目前走的跟大陆改善关系走的最快的，那这个其实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象征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哈，这个澳洲的访问团在北京，王毅接见他们，然后发表了公开的谈话，然后在这个印尼的雅加达。李强跟这个澳洲的这个阿巴尼斯也见面，也有公开的谈话。为什么？就是他要展现出来说，他两边的关系将会急剧的快速的提升。而下一步，澳洲等的当然就是说，它的龙虾跟它的这个红酒能够恢复、能够解禁，重新进入中国大陆的市场。那我想，这个其实在整个中国大陆跟大陆这种区域战略里头来讲。它的意义不只是说它能够去分化，或者说去弱化美国的这个五眼联盟的这个合作，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中国大陆是可以去寻求所谓这个，即使是跟美国的一个盟友，它也可以有一些经贸上的合作也可以有对话。所以那个阿巴尼斯就一开始就跟这个李强讲说，我们虽然观念不同，但是我们虽然对有一些事情看法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对话。我想这个不只是这个阿巴尼斯说的，我想也是大陆想要展现出来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可以愿意跟其他所有的国家来互动啊，那就双方，那整个世界就不会进入一个所谓两个区块对抗的这个结构。我其实想回来谈一下这个东协的这个事情哈。东协这一次，因为美国建立了所谓的东协中心，它是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那未来大概整个美国跟东协的官方的互动啦，或者是民间的互动啊，都会通过这个中心去组织协调。但这个其实当然是一个象征意义更高于实质意义，因为原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官方的互动或者民间的互动存在哈。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因为这一次其实日本跟东协建立了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去年是美国，那目前它东协的所谓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除了美国跟日本之外，之前有中国大陆、有印度，还有澳洲所以当然也象征美国还是非常重视东协这一块，这就跟川普时代很不一样。虽然拜登没有来，但他一定每一次来都希望说，他有一个新的计划。上次提出了一笔这个援助，虽然大家觉得说他的金额很少，这一次其实连具体的援助金额都没有看到，但他有一个具体的项目，就是所谓的东协中心。当然这个是展现出来是美国的一个努力啦。但从东协来讲，他们希望就是他们跟所有的强权都可以互动。那这个对东协来讲最关键的是他维护东协的团结，因为他知道小国如果不团结，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就可能成为大国拼搏的战场，而最后受害的就是本地的国家。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再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我们现在带您来看看美中的局势。我们先看到美国的部分。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不是要竞选连任吗？但是曾经私下承认累了吗？拜登传记的作者说，如果总统在年底前退选，他都不会太惊讶。这是不是在暗示拜登有可能先休息了呢？那么若被问如果拜登健康状况不佳的话，贺锦丽是不是随时准备好呢？贺锦丽说对，没有错，我准备好了。一起来听看贺锦丽怎么说。
Well, first of all, I'm answering your hypothetical. But Joe Biden's going to be fine. So that is not going to come to fruition. But let us also understand that every vice president understands that when they take the oath, that they must be very clear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they may have to take over the job of being president. I am no different. 可以听到呢，当这个记者问到的是准备好在拜登无法执政的时候担任总统吗？那么贺锦丽说，每一位副总统都会随时准备好接总统。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涉嫌逃漏税、非法持枪，拜登的儿子月底之前恐怕就要遭到起诉了。如果拜登杭特被起诉的话，后续发展可能会冲击到拜登争取连任的选情，这会不会也是他考虑不再选的原因呢？那么美高层异动传出，对中鹰派的坎伯要转任副国务卿，他也是被称为印太沙皇的他，在拜登执政2年半里的坎贝尔一直大力倡导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态度，而美国延长部分中国进口商品301关税的豁免期。那么我们一贯反对关税战，这没有赢家，这是中国外交部讲的。美国 FCC 主席要求政府机构考虑宣布2中器构成国安的风险。拜登的选情现在焦头烂额，可是他还有心情在对付中国吗？我们这里来看到是现在华为是不是要反攻了呢？华为推5G 新居打脸华府，美中晶片第2幕即将开演。那么华为推出最新的5G 手机 Mate 60 Pro， 那么挑起了华府的担忧，代表美国的制裁没有办法阻止中国取得关键技术。拆解专家现在就把华为的新手机拿来看看，说中国制的晶片含量近2/3，但分析师说看起来有1半以上，可能2/3的晶片是中国制造，但是在2-3年前的华为手机晶片内置率仅1/3，这真的是大跃进。但是华为新机唯一非陆场元件海力士抖回这句话，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 SK 海力士已经开始调查，我们一直谨遵美国政府的出口限制，看起来现在是很紧张咯。那么华为新手机的震撼，任正非晶片研发论被翻出来，他说晶片砸钱是不行的，得砸科学家，怎么回事？他是怎么讲的？一起来听看任正非怎么说。修桥啊，修路啊，修房子啊，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了。这个芯片砸钱不行的，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个方面努力的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得起来。可以听到任正非是讲到了，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改变，那么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站得起来。最新的全球专利申请也出炉了，光是华为就连6称王，华为以7689件连续6年居第1名。那么现在呢，华为手机要出了，有人说，可以出了这个笑喷了。美国商务部长成为华为新手机的代言人嘛？小粉红制作，连央视竟然都播了，而且不只有中文版，还有英文版，甚至呢还复制了这个雷蒙多的英文签名，超认真的广告词，看起来超级没有违和感。你看到他说我是雷蒙多，这一次我为华为代言，哇，很多人看到这个都笑翻了，还说他要帮华为加油。那么有人就认为华为是不是为了击溃 iPhone 呢？苹果恐损失38%的销售，惊爆一个危机更加恐怖。华尔街日报就说了，北京禁止中央官员使用 iPhone 等外国手机，现在 iPhone 受到冲击了，美媒是不是急唱衰了呢？华为新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高通说落后多年的旧技术，华为晶片已经突围。巴龙周刊就讲了，中国晶片制造只会更糟。那么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总裁就说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扭转晶片供应链。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看呢？这个拜登是不是真的累了，还是真的有隐情？我最近真的这种消息越来越多了。对啊，就是说明年不一定是拜登选啊，可是就不知道谁在放这种消息啊，你知道吧？就是所以贺锦丽也被迫了回应。实际上贺锦丽这种回应是非常不妥的，你怎么可以咒拜登不能选呢？对不对？这个很奇怪啊，很奇怪啊。那可是民主党、共和党啊，大概都有2/3的选民都希望2024不是拜登对上川普。
又来一次。可是呢，当做个别政党内的民调的时候，你没有别的候选人啊，那选来选去，这2个人都遥遥领先，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悲哀啦。所以你这个还是多数决吗？因为明明如果是让老百姓来选，这2个人都不是最优的啊，可是又找不到其他的候选人，对，这个感到不可思议了啊！比如说佛罗里达州那个州长，目前民调大概落后川普高达30%。这个我真的很大一个距离，对我难以想象为什么会这样，可是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啊。那民主党其他候选人也是落后拜登一大段啊。那连包括这个共和党上以前的副总统啊等等啊，那民调都落后相当远啊。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啦。不过拜登真的未来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被放大处理。所以我觉得明年大概民主党也会考虑这个因素啊，然后还有整个经济的状况了啊。这个华为在今天的官网又公布，它还要再出 M60 Pro 加 Plus， 哇，我估计应该是比较大尺寸的。那有人说这只才是机王了啊，那今天也开始接受预定哦，也是爆满，我说那个加，那还有另外一只叫它公布2只啊，还有一只是华为的 X3，那就是那个折叠式的手机啊。那一只不一定是60的那个芯片啊，对，不过那个加那个是啊。那这里当然会让人家一种感觉啦，这种行销策略摆明了就是要抢占 iPhone 15的市占率嘛啊，所以这里才会扯到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大陆现在明令政府官员不能用 iPhone， 那到底这个范围是多大？对，因为坦白讲，这个会上行下效的啊。因为我去看了一下，中国大陆如果是纯粹公务机关呐，那有在财政部里面列薪水的，大概就有700万人啊。那你如果算事业单位，那就不得了了。事业单位，你说加上国有银行啦，一大堆啊，有人算了一下，可能会有将近5000万人。哇，这么多！5000万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定会外扩啦啊，所以现在就不知道到中国大陆这个禁令是下到什么程度了啊。因为昨天也传出一个虚虚实实的消息，说中移动不愿意再当苹果的通路。早上这个新闻出来，然后11点他又更正，说没有，我们还继续愿意当苹果的代理那个推销商这样啊。可是很诡异。因为这个新闻就给人家觉得淡淡的否认，没有很出力了。结果苹果第一天股票掉了3.58%，那昨天继续跌啊，一开盘跌4%，然后后来收盘大概跌2点多%。那我们想问一下赖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苹果当然碰到麻烦了，因为苹果的过去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华为。对。而当华为超越苹果的时候啊，美国就出手打压华为，我想所有的全世界的人都看在眼内。那美国的这个出手，我相信不是苹果要求政府这样做，但是美国政府确实用政治力的方法，把一家企业活生生的往下打。对，那这家企业经过3年之后又重新回来了。那这个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这是中国人的一种骄傲。我觉得这个是。这种整个心情士气一定是大为振奋，而且他们一定是会硬挺他们的华为。那华为这次刚刚郑亮说又宣布2款新的机型，对，那这个也暗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芯片的良率没有问题了，芯片的供应没有问题了，这个才是关键。对，因为过去大家在想，华为怎么能够重登过去的荣耀，超过1亿台？如果华为再回到1亿，甚至开始攀升到2亿的时候，那这个最主要的是在于芯片的供应，这个是它的一个关键。可是大家总觉得说，不太可能中芯国际，不太可能中国大陆的这个芯片的制程能够满足这么大的需求，所以有人说了不起4000万台，好，有人就这么说。刚开始有人说可能就400万吧，了不起800万嘛，现在已经喊到4000万，甚至已经有人喊到1亿了。那到底究竟如何？要看华为最后它的机子市场订单来了，它就能够满足，那就不得了了。
那过去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有订单，但是交不了货，那华为就嘣一下就往下走了。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华为的一个异军在突起，那当然对苹果就有很大影响了。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啊，这个政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公布，政府部门的人员不能用，心理上的影响比较大。对。可是我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那因为苹果很明白的按照大陆的法律规定，它必须要留后门给美国的情治单位，这是法律哦。对。那我当然会宣布党政军都不可以嘛。我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我一定会宣布普通老百姓可以买这个苹果，但是党政军都不可以。美国公务员不能用华为啊。对啊，但党政军呢？党员就9000多万。哇，那太吓人了。因为你党内的这些消息，怎么可以让华为可以让这个苹果可以知道呢？军人也不可以，那政也不可以，那国营企业也不可以。哇，那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很惊人了。对啊，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左教授，您又是怎么看的呢？这个我倒是想提供另外一个讯息啊，就是说今天有媒体揭露，目前中国大陆提出来关于今年底的这个气候变迁大会的一个倡议，就是说是不是要把这个晶片的合作跟气候变迁的合作绑在一起？那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因为在差不多1个礼拜以前，大陆的这个气候特使谢振华，他提出来，他表示说，他在大陆的媒体表示说呢，美国、欧洲跟欧盟，美国、欧盟跟中国大陆对于气候合作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那到底这个共识是什么呢？双方是其实有高度互补啦，然后双方也愿意在这个所谓协助开发中国家来应对气候变迁，可以愿意投入更多的努力啊，然后。今天就有这个消息，所以是不是双方这个也是大陆提出来一个条件，说美国既然希望，就是美国跟欧盟都希望气候合作双方能够向前迈一大步，能够早点实现所谓的这个能够就是只有这个气候这个全球气候暖化能够控制住，全球迈向所谓的碳达峰乃至碳中和。那这个如果要迈向这个目标，是不是在这个晶片合作上大家也能够达成共识，就变成是两个绑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反而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去观察的消息。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真的达成这个目标的话，真的朝这个方向走，那是不是未来美国就要放松对于大陆的晶片业的管制呢？这里头当然包括所谓晶片设备的输出，乃至于其他相关的半成品、中间材的这个输出。那另外，我觉得想要谈一下这个 Kirk Campbell 这个事情，因为说现在这个副国务卿空缺。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节我们带您从国内聊到国际。那么加入我们的来宾包括了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午安。大家平安。还有我们国际政治专家赖月谦赖老师，午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我们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左教授，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这节先带你来看到国内的状况。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国军的汉室频传，在很多人的心中都是相当错愕的。那么陆战队中尉遗体今天解剖。那他的妈妈痛哭喊话，蔡总统有没有感受到一个做母亲的心情？当下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先听听看这段画面。我们的蔡小姐，你的口中喊的三不：不怕苦，不怕冷，不怕死。现在我的儿子躺在里面解剖，你有感受到一个做母亲的是什么心情吗？自杀真的很少见。可以看到这个妈妈呢，哭得声嘶力竭，对着蔡总统喊话。有没有感受到妈妈的心情？可以看到国防部长邱国正是以单膝跪姿扶起的这个郑妈妈，并对家属表达歉意，说的确我们国防部没有照顾好官兵。总统蔡英文说他对此非常关心，而且非常的难过不舍，要求国防部务必厘清，而且要全力照顾家属的心情。但是你看，从蔡总统执政之后，其实国军的汉室频传。但是侧翼频频出手。我们先带你来看到是，还记得之前反年改吗？不是有一名这个将领呢，他是首牺牲，穆德生呢，他是坠楼脑死。当时这名退役上校呢，因为参与了这个反年改的战争。
抗争。那么在攀爬立法院外墙的时候，想要插一个旗子，结果不慎坠楼，导致他重伤身亡。当时你可以看到王浩宇呢还在脸书上写什么800，这个800就是当时800壮士的意思，800减1799 RIP， 所以就引发很多人的抨击，怎么这个时候你还在讲这个话？不过讲到反年改，可以看到呢，前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的办公室主任林育慧之前就曾经呛过反年改了。那么都说要捍卫国军，可是蔡总统昔日呛国防部，现在又被起底了。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一样在蔡总统任内哦，当时有一个国军虐狗案，当然这样子的行为是必须受到谴责的，但是国军却5度道歉，甚至当时呢，国防部长冯世宽还亲上火线喊，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改进。但网友就点出了，虐狗案都5度道歉了，那么其他的案件呢？这符合比例原则吗？而现在总统不是才去非洲来顾外交了吗？那么外交难道是坚若盘子而不是磐石吗？青绿媒称史瓦蒂尼除油槽稳定台湾能源，国民党立委就大呛，你这是大内宣闹笑话。原来是蔡总统出访史瓦蒂尼，签署了3项合作文件，其中第3份的文件是要在史瓦蒂尼新建战略除油槽。有媒体称蔡英文称台湾能源供应更安全，但是我们的国防立委、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马上跳出来了，这个油槽跟台湾的能源安全根本没有关系啊！而且这是蔡总统这次出访送给史瓦蒂尼的伴手礼，这战略除油都可以拿来大外宣，有没有搞错？不过台海情势现在又是怎么样了呢？美舰现在驻石原福建舰国庆海事，美舰时隔14年再进入石原港，日媒称是因应台海情势。美国海军一艘扫雷舰停靠了这冲绳县的石原港，是时隔14年再有美军舰艇进入石原，但是日媒就说了，可能是因为他们考量到台湾有事，透过这样子的举动来牵制大陆。只不过环球网就说了，美海岸警卫队舰艇呢敦促美国海军采购大量的哨兵级快速响应巡逻艇改装而成的导弹快艇，这些小型廉价致命的舰艇可与潜艇以及部署在岛屿上的反舰导弹配合封锁第1岛链，把中国海军困在第1岛链以内。但是我们就看看了网上疯传的新照片，是舰上有3套的电磁弹射器工棚，那么呢都已经移除，露出真容了。所以专家认为10月1号国庆海事很有可能已经完全具备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说了，中美若误判，恐把区域推向更严重的冲突。他说，南海是各方共享资源，各方应该继续维护所有国家航行以及飞行自由的权利。我们就要先来问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个国内哦，这个当兵憾事不断，可是总统每次都说要改革，但是家属似乎感受不到。这个是自愿役的军官呢，自愿役的军官，照理讲他心理准备应该比较多，就是他要长期当军人嘛。那结果还会发生这种憾事，实在是不可思议啦。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内部的管理体制一定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不然我难以想象一个自愿役的军官会发生这种事啊。因为我以前也在陆战队当军官啊，那当然陆战队是比较剽悍，还是事实啦啊。可是你进了陆战队，大概心里都会有所准备嘛。那你会压力大到让人家这个想不开，你就知道那个压力有多严重啊！我觉得这个一定国防部要给一个交代啦，就是你一定要做调查，然后对军中不合理的领导啦，甚至霸凌啊，要给个交代啦啊！这个不然我认为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啊，因为这个是自愿役的，这个真的非常罕见啊！你如果说义务役，那有时候就是你心里没有准备嘛，那没有想到军中会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义务役倒是我们看过非常多的个案啊，这个自愿役而且是军官啊，这个我认为一定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或者是不是会有外力介入？我讲的是社会的力量啊，这个我觉得国防部一定要给个交代啦啊。那另外我觉得哈。因为我今天看到蔡英文昨天发言，今天又发言，对，昨天是在讲那个史瓦蒂尼的部分啊，那这个匪夷所思了啊。如果台湾的战备储油要用到非洲的油，那大概就完蛋了啦。
你最远到中东就差不多了吧？而且卡达是长期提供天然气，或者跟马来西亚吧、印尼吧比较近啊，怎么可能搞到史瓦蒂尼去？所以会不会是口误啦？我是怀疑是口误啦，可能是说是帮史瓦蒂尼做个什么样的建设啦？那是帮史瓦蒂尼做战备储油吧，不是帮台湾吧？那台湾扯到那边，因为台湾以前中油曾经在查德有过投资，那查德后来跟台湾断交了啦啊。那查德那个中油那个案子后来就不了了之因为查德它是一个内陆国，它的油运不出来啊。那你在那边又没有多少邦交，那你如果周边的非洲国家不让你运，那你怎么办啊？而且你要知道，非洲54个国家有53个都是中国大陆的邦交国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被背锅，你到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啊？这个难以想象。还有他今天突然跑出来帮陈吉仲辩护，对，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我坦白讲蔡英文剩下这个任期不到1年讲的话我是建议大家都不要理他了你连林智坚论文有没有抄袭你都搞不清楚，你还敢来帮陈吉仲背书？陈吉仲这个超私这个勾当案有多严重，你知不知道？你有看到他公布的合约吗？我看蔡英文大概没有看到合约吧，请你去看看合约好不好？再看看他支付的金额，还有跟日本的差额，你再讲话吧。我觉得要当总统的幕僚，起码资料要准备好一点吧。你让蔡英文跳这个坑干嘛呢？对不对？那我也有理由讲如果蔡英文都出来背书了，我们是不是请赖清德也出来背书一下？赖清德，你要不要帮超司背书一下？陈吉仲背书啦，蔡英文背书啦，那接下来赖清德也出来背书一下吧，好不好？一锅端，一锅挺，好不好？就来搞一锅挺嘛，这人在非洲就不要乱挺一通啦，起码资料看准确一点啦。我知道绿营有很多人现在连超司都不敢挺，就你总统竟然从非洲就开始觉得说这个要挺陈吉仲很多民进党立委好像都挺不下去。本来就是嘛。那陈吉仲，我跟你讲以前人家还知道要藏一点资料，你记不记得那个小吃店标快筛？对，陈时中怎么讲？对，说那个合约要库存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好像讲10几年嘛，他不敢公布合约你陈吉仲真厉害，敢公布合约，那你就准备接受检验嘛竟然蔡英文还第一时间跑出来挺他，简直不可思议真是。我跟你讲，蔡英文出来挺的例子，历史斑斑可考，大概很多都是中箭的了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您又是怎么看的？尤其是总统跑到非洲去了，有人就说，难道台湾外交坚若盘子吗？我觉得斯瓦蒂尼这个国家人口少，所以目前看起来100多万对，因为100多万而已人口很少，国家国土面积大概台湾的1/2而已很小的一个国家。整个非洲的联盟在这一次下个月“一带一路”大部分的他们都会到大陆去。那斯瓦蒂尼本身其实也已经有在注意中国大陆的跟在非洲的发展。这个国家如果什么时候转向中国大陆，那谁都说不一定，因为这个是一个独裁专制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总统这个国家的国王他说了就算了。那如果说你今天说你在帮他建石油槽，然后是要为台湾的战备储油，假设他没有口误的话，因为这个亮是认为他口误，假设他没口误的话，那战备储油未来是给大陆用，也说不一定谁晓得？那你台湾，你蔡英文，你要不要负起政治的责任？要不要终身就责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去讨论的几个问题。另外，我个人倒是觉得，对于这位海军官校的毕业生他是陆战队的，而且是完成了蛙人的2期的训练。蛙人的训练并不轻松对所以一个能够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军官，下部队才4个月，他就受不了了那他跟家里有多次的反映，说这个连长的领导有问题。那这个连长的领导，连长的压力是不是来自于他的上级？
那你一直往上堆的时候，是不是你在这段时间，国防部也好，蔡英文也好，把两岸关系搞得很紧张的时候，是不是一直不停的对于海军陆战队、对于海军、对于国军的这种施压，完全配合美国的要求，配合施压，一直。因为我在军队服务的几十年，我清楚的知道，假设我上面要求1分，下面会要求1分半，再往下级的时候就2分，再往下的时候就2分半，再往下的时候是3分，到了最底层的时候可能就5分了。所以我只要求说，你20个伏地挺身，到底下的时候可能变成50个伏地挺身，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到的就是每一个层层加码的情形下的时候，那底下的已经觉得说这样子是做不到，然后上面只要求成果，就一直施加压力，一直施加压力，那到最后受不了了，崩溃了。那问题就在于，那整个营区里面的这些辅导机制、反应机制，全部都失灵吗？我觉得军方有必要，而且应该，如果家属对于军方已经不信任，那就应该要由公正的第三方来去介入调查了。我觉得要介入调查什么呢？第一个是自杀还是他杀，就是制裁的行为还是被制裁。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一定是要由刑事单位来介入了。那如果确定排除了是被制裁，那就是制裁的话，那就要再查明整个过程中领导统御出了什么问题，压力的来源。对，压力的来源在哪里？然后层层都要追究责任，因为一个军官制裁不是小事，一个士兵制裁也不是小事。那军队里面为什么士气跌成这个样子？我们一般来讲看到制裁，我们通常基本上认为就是管理上士气跌落到谷底。民进党上来了以后，坦白说，搞外交外行，搞内政外行，搞经济外行，把军队整得不像话。一刚开始搞这个所谓的年金改革，然后让学长跟学弟互斗，让在营的这些学弟去斗已经退役的这些老学长。所以本来军中我们最讲究的就是同袍之间的感情。同袍之间如果没有情感之后我背后我就不信任了，我左右两边我就不信任了。因为我们通常在作战的时候，我的后面是要依靠我的同袍的兄弟，你的后援，对，帮我看，所以我只能够一直往前冲的情形下，我左右两边跟后面都需要我们同袍之间的信任跟感情。但是呢，蔡英文上来了以后的年金改革，搞得我们都不信任，我们都失望了。我们对于现在在部队服役的学弟学妹们，当初怎么去斗我们这些退役的这些军官，大家心都湿了，心都凉了。那现在打什么仗？打仗是一张嘴，对民进党来说就是一张嘴而已。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左教授，您又是怎么看呢？这个美舰驻10元，那么现在有人就说，隔了14年，是不是真的是因应台海局势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过度解读了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事实上你注意到这一艘美舰，它是这个扫雷舰哈，先锋号的扫雷舰，它是从长崎行驶到这个冲绳去的。那所以它其实都是驻日美军的一个移动。那我觉得比较值得我们观察的是说，他这一次去的石垣港事实上是个民用的港口。那美军的这个守则本来是说，他尽可能的避免使用这个民用的设施，所以他这一次去使用民用设施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大家知道，在几天以前，这个日本最高法院刚刚判决冲绳县政府去阻止这个基地变更这个迁徙的这个决定呢是违法的。所以美国原本因为这个关于基地迁徙的事情已经谈了很久了，那要从这个原来的这个普天间搬到这个边野古。那现在这个判决下来之后，当然这个迁徙就可以行动了，所以当然对于冲绳县政府来说是蛮大的一个失败。可是从美军的角度来讲，他的这个行动其实也有一点就是要重新去一方面跟冲绳地区的居民有一些互动，因为大家注意到这个扫雷舰
到了那边以后，他的官兵是要下船休息一段时间的，所以我认为他要加强跟冲绳地区的冲绳居民的一些互动，一方面也是等于是重新展现说，美军可以重新在这个地方活动。我觉得那个象征性的意义比较大。所谓的台湾有事，所以日本要做这个军舰的这个移动啊，或者军舰的这种行驶，我倒觉得是有一些过度解读了啊。那这个跟在菲律宾的那个所谓美国军舰跟这个菲律宾军舰共同航行的那个其实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是行驶在这个菲律宾的领海以内，它有一点展示就是说，双方是要加强它的协作性，这个完全是驻日美军在日本不同港口之间的一个移动。我想再补充一点关于我们这个军方的这个事情哈。这几年以来，蔡政府在这个所谓这个宣称是把国防预算提高得非常高，采购了非常多的武器，好像就是加强了国军的加强的军事的投资，加强了我们的防卫的准备，甚至在去年底说到明年的时候就要开始延长役期。可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很根本的问题是在于说，到底我们的人民愿不愿意投入战场？而蔡政府这个你看，好像民主基金会，我们这个立法院底下的这个民主基金会，它历次的这几年的民调都说，我们的国民有70%以上的民众愿意走上战场，看起来大家都很愿意投入。可是各位，你知不知道，我们去年陆军专科学校它的报到率，去年的陆军专科学校招了1000多人，就来了多少人？200人1/5而已。对，只有200人。那后来怎么办呢？他们就赶快去打电话说，请各种各样的管道说这个原来没有录取啦，或是怎么样，各种方向去招人，最后700个人，今天又加了500人，但是还是缺了300人。是我们的国军在过去3年退训了多少人？8000多人，军官有282，士官有500多，士兵有7000多。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说，你今天再多的国防投资，你没有人去投入，也不可能打仗，也没有办法去强化我们的国军的实力，也没有办法去强化我们的防卫的能力。那这个是很根本的问题。我想问的是，我们政府到底做了什么，让我们的国人以我们的军人为傲，让我们的军人觉得投入这个军旅生涯是很骄傲的，让他的军人的父母，让他的家人觉得很放心，他们家人在军队服役。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强化国防当今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更不要说，其实我们今天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可是他不敢告诉我们的民众说，其实我们国家正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在战争的边缘。那这样子的一种状态，需要我们国人共同来面对，共同来投入我们国防的事业。我觉得他不敢讲这个，因为他知道一旦讲以后，大家就觉得说，那是不是你把国家带向越来越危险的境地？所以这个才是另外一个险境啊，就是说我们国家身处危险，可是我们政府不敢让我们的民众去了解这个状况，不敢让我们的民众去面对这个状况。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在看到我们国军的各项碰到的困难，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些比较深刻的课题。所以这里我小补一下是后来国防部是鼓励现役士官跟现有的兵回到学校读书，才凑满了892个。所以还是招人回来的，不是新生，新生只报到了200多个，后来凑满了300个。哇，看来现在国军的问题还是很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带您讨论国际情势。